这个小镇有2个特点，一个是在英国开辟的第一个外国人可以居住的地方。这个小镇中心是联合国在1995年公布的联合国世界文化物质遗产。我今天来到这个小镇呢，叫做利物浦。这个小镇也是这个附近的一个中心的小镇，但是这小镇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我也就没有去小镇里面去看。但是这个小镇它有一个特殊的，就是这一块地方是免费的宿营，但是呢它没有提供水，也没有电，卫生间呢还有扔垃圾的垃圾箱也没有，就是非常简单，可以提供你晚上过夜。但是在这个对面就是一个博物馆，这个博物馆平时不开，你要想参观的话呢，你就要去预定。这个博物馆我看了一下，实际上就是过去的一个火车站。由于这个铁路拆除之后呢，火车站保留了，然后铁轨拆除了，就变成了徒步的小径。火车站呢就保留成为一个博物馆，同时就保留了一段铁路。虽然这个宿营地不提供卫生间什么的，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卫生间的话呢，它这附近有加油站，有超市，还有 Tim Horton 和麦当劳，这里的卫生间呢你都可以去。在离开利物浦那个小镇之后，这一路呢路过了很多的一个小镇，很多小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也就没有停留。现在我来到了一个小镇拉南堡，中文名字是卢嫩堡。这个小镇的历史，除了原始居住者原住民之外呢，阿卡迪亚人也是居住在这一带，而且阿卡迪亚人也跟随着原住民进行捕鱼打猎，同时呢阿卡迪亚人还进行开采和种植。但是在英国军队以及新英格兰种植者到了之后呢，他们就成了这一代新的主人，阿卡迪亚人就被直接遣送回了法国。在这个政策实行了10几年之后，英国人改变了一些个策略，辟出一块地方，也就是今天的兰德伯格和周围的地区，像 Bridgewater 等周边的小镇，这一带呢就允许外国人在这里定居生活。英国人从欧洲吸引了1400多名的以讲德语为主的，从德国、瑞士和法国来到了这里定居。同时呢，部分的阿卡迪亚人也回到了这里，共同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。但是这一带还是以英国文化为主。这个小镇的历史与Nova Scotia 的南部及西南部的小镇历史还是不一样的，有一些区别，多了一些讲德语的居住者。在1995年以后，小镇的镇中心被收录了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，这个小镇就变成了一个旅游小镇，一年四季的游客呢不断，因此小镇的游客大增。加拿大的10分的硬币的背景图案也是取自于这里的一艘船，今天这艘船也是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。小镇的建筑的颜色还是非常的漂亮。
在这里，除了看漂亮的小镇建筑，还可以探索这里的美食、艺术博物馆，还可以买一些纪念品。这个小镇还是值得旅游的。这个小镇教堂在加拿大的历史上也是非常老的一个教堂，是几座加拿大最老教堂之一。这个教堂是现存的加拿大最古老的教堂之一。这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。这里是小镇沿海的一个港口，如果想要坐船游览，或者坐船出去看鲸鱼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在沿港口的街道呢，主要是以餐厅、酒店为主。这栋建筑现在依然在使用中，但是这栋建筑被定为了国家历史遗迹，现在是一所学校。现在这里面只开了一个房间。Hi.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? No. The first time. This building was a public school for over 100 years, but now it's we like a museum here and a library. You can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. Oh, okay. Yeah, thank you. 在离开小镇 Lunenburg 就准备前往加拿大的一个网红地点，也是出镜率最高的一个灯塔，就是位于哈利法克斯以南的佩吉湾上的一个灯塔。从小镇 Lunenburg 到佩吉湾的灯塔呢，要100公里，1个多小时的车程。现在就准备出发去那里，然后看一看能不能拍到日出、日落和美丽的星空和月亮。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行程，终于来到了佩吉湾。佩吉湾看上去实际上是一个小村庄，这是小村庄的老房子，还有这个渔船码头。来到了这里之后，天气变化起风了。佩吉湾位于哈利法克斯以南不到50公里的车程，是诺瓦斯科萨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。而坐落在这个佩吉湾上的灯塔，又是一个网红的一个灯塔。这是一座3层的灯塔，每天来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，旅游巴士也是满载着游客来到了这里。一年四季来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。作为一个建在礁石上的3层灯塔，能够吸引众多的人到这里来打卡，也是有其特别之处。虽然这里都是礁石，但各种形状的礁石给这个灯塔也增添了不少色彩。如果天公作美的话，夕阳、日出、星空，这些拍出来都会非常的漂亮。今天晚上的惊喜不会有了，因为到现在依然是乌云遮天。这是在佩吉湾灯塔这儿的日出。
到了佩吉湾，就离哈利法克斯不远了。哈利法克斯是我在 Nova Scotia 旅行的一个尾声，去哈利法克斯探索一下哈利法克斯的人文历史。作为加拿大最早的一个省府，哈利法克斯还是有其独特之处的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